在很多人的眼中，中国汽车品牌一直处于落后的位置，同时也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而今天的中国正在推动能源的全面变革，汽车由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变，给了中国汽车弯道超车的发展机遇。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础材料、基础零件、电机、电控、电池以及整车各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中国汽车从追赶者成为新能源领域的领跑者，而这些成就发生在这短短的10年间。这是2013年出产的 E150 EV， 是出现在中国街头最早的一批纯电动汽车。2009年，国家首次提出新能源汽车战略，经过4年的艰苦研发，2012年首批量产的新能源汽车下线，E150 EV 就是其中之一。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的续航里程和实用性都不那么尽如人意，但在当时，没有内燃机轰鸣的它，让人们对新能源汽车这个新鲜事物有了初步的感知。梁海强，现任北汽新能源软件开发部部长，但是8年前，他就是这辆 E150 EV 的电控系统工程师。作为电动车核心的3大件，电池和电机勉强可以通过采购来解决，但要想将各个关键配件组合起来，可靠的电控系统就需要自主研发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负责整车控制器这个软件的开发，我们10几个人的团队，大家进行这个相应的软件硬件的这种开发，也是突破从0到1的一个这样的过程。电控系统就好比人的大脑，好的电控系统能够让身体反应迅速且灵活，反之就像是得了行为障碍一样，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个是10年前，应该是09年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产品。现在你看到这个电路板，每一个的硬件设计都是大家一帧一帧画出来的。那么我们整个这个芯片里面，这里面的软件都是我们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写出来的。从无到有，要解决的问题有一箩筐，比如电动车怠速状态下的速度问题。大城市的通病就是堵车，电动车的加速和汽油车不同，它没有怠速动力，更像是0、1之间的2进制。因此，如何让起步与制动之间更平顺，让驾乘人员体感舒适，是梁工要解决万千难题中的一个。当时的时候，车速是稳定在6公里。那么整个这个团队在不同的坡道上，包括平路，包括有坑卡的时候，我们各种的这种自适应的匹配这种参数，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最终是相当于攻克了整个这种怠速的控制，希望能够控制这个精度零波动。在不断攻克电控系统难关的同时，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车型也绝非易事，还得靠老师傅的努力。正在对这块金属板大展手脚的叫做刘寇林，2005年就加入了北汽。对材料工业有深度了解的他，参与了 E150 EV 最初的试制工作。他亲切地将它称为小 E。新能源嘛，研发的第一款车。新能源汽车小 E， 也是我这个从业30多年，在我手上亲手试制出来的第一辆纯电动汽车，所以很亲切，就感觉那种久违的孩子回娘家，确实不容易。除了刘师傅，眼前的这3台机床也在小 E 研发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第1台小 E 从这里下线。曾经在这里，白天和黑夜变得模糊不清，难题也在这里被一一攻克。如今和第1代电控板一样，他们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老伙计，你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从10人起步到众人拾柴，10年时间，新能源的队伍在不断壮大。
这虽然是一家企业在新能源方向的发展历程，但是它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力乃至中国汽车产业实现飞跃的缩影。我就亲自经历了，就亲身经历了这个汽车的100年变革。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亲手的设计、创造、定义，能够为我们的美好出行，能够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从代步工具到智能化载体，一场中国电动车的演化之旅已经拉开帷幕，同时还按下了快进键。今年的这个销售的数量也是屡屡突破我们的预期。按照国家的这个规划中间，我们到2035应该说新能源汽车会超过50%以上的销量。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指标肯定会提前完成。说起销量，那就不得不提接下来的这台小车。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是一家企业的口号。他们在2020年推出的这款微型电动车，上市2年来屡创纪录。即使以2022年9月销量数据来看，也超越多年霸榜销量冠军的日产轩逸，跻身总销量排行榜第3名，甚至在今年5月的销量榜中排名第1。不过，在上汽通用50设计总监梁金的眼里，这并不是 Mini EV 最引以为傲的地方。那其实宏光 mini EV 其实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个需求，因为在之前这个车型已经很久没有人触及了。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发觉了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在第一时间把它实现出来。在梁金看来，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创造一个需求的前提，一定是市场有这个需求。梁金的团队在 Mini EV 先期市场考察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件事让他至今难忘，这也更加夯实了他要做这辆小车的决心。那天正好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我们在看这个孩子上车的过程当中，正好开过一辆电动的就是2轮摩托，是一位爸爸在那儿驾驶，然后后面坐着妈妈，前面站着他刚刚放学的小孩。它整个场景就是这个画面就震撼到我们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可能这才是我们宏光 mini EV 就是真正的客户。就是在我们国家其实还有很多人就买一台车对他们来说不是那种触手可及的事，那他们其实更需要这么一个产品，能够在这种时候为他们挡风遮雨。身材小巧但却能满足基础家庭的日常出行需求，价格低廉能够让买车不再遥不可及。这样一台早市买个菜，傍晚接个娃的小车由此诞生。在满足人们出行基本需求的同时，当然他们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柳州，一座弥漫着螺蛳粉味道的城市，嗦粉则是立足于这座城市的必修课。这位对粉当歌、大快朵颐的男人名叫蔡德明，他不仅是这个小店的常客，还有另一个特殊身份，50 FDEV 平台工程经理。在他的眼里，比这碗螺蛳粉还要重要的事情就是用户需求了。我们希望去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去了解和挖掘用户的需求。当时我记得是用户提的最多的应该是我们这个车的这个储物空间太少了啊！因为我们发现啊，真正用这个车的这个人员，他基本上的用途是干嘛呢？第一个是上下班啊，第二个接送小孩啊，买菜，去打包个螺蛳粉啊，柳州这边螺蛳粉啊。还是那句话，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螺蛳粉挂钩应运而生。我们是在我们这车里边设计了这个挂钩，柳州的人民基本上对这个挂钩的用途就挂螺蛳粉啊，拿了就往上挂。但是这个挂钩很有意思，深受用户的喜爱啊。这个挂钩其实是在
从当时100出来之后，到现在我们的整个 GS 所有平台的车辆这个设计也都延续下来了我觉得这是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功能，这就是用户想要的一个东西你就是一个小钩子但是它就是这个东西给它解决了很多的平时在生活上边的一些问题。从最初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变，到国民神车的问世，再到一个小小的挂钩设计，新能源汽车一直不断迭代发展。但是回归电动车最基础的功能，跑得够快够远，是老百姓的根本诉求。无锡东部的高新区聚集着众多尖端科技企业，蓝色的天空下，这片白色的厂房显得格外亮眼。蓝与白的搭配让整个园区都体现着科技感，就像他们的产品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这2块电池，不仅外观上没有任何差异，甚至连重量也基本一致。但是，在这其中一块的内部却是大有乾坤，它也是接下来故事的主角——五谷电池。五谷电池，一种新型的电池产品。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电池的发展关乎成本、续航、安全、环保等众多方面。和传统的3元锂电池相比，五谷电池做到了能量密度和当下主流的811 3元锂电池基本齐平，而它的成本却相对更低。主要原因就是去掉了主流3元锂电池中桎梏价格的元凶钴元素。更优的价格、更安全的材料，让电池焕发了新的生命。而这段路，蜂巢能源走得既艰难又坚定。这个离群大概是多大？这个离群大概在7微米左右。李佳佳，山西人，是五谷电池项目的负责人。从2018年到今天，他全流程参与了整个蜂巢五谷电池的研发测试，直到今天的量产。532的这种材料体系，钴的含量大概在19%左右；811这个体系，钴的含量占比大概在7%。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低钴化的这种趋势。那么蜂巢能源为什么不能直接把它去掉呢？为什么不可以是无钴？为什么不可以是0？想要做到0，绝非易事。无锡蜂巢全球锂电创新中心，这座上下2层的实验室里，蕴藏的是蜂巢人奔赴五谷的万千努力。张博士是蜂巢五谷电池材料研发的工程师，现在要做的这个实验，他已经重复做了280次。实际上，这已经是第281个批次的无钴正极材料了。我们这个批次主要想验证，这款无钴正极材料它的一个倍率性能，也就是说它一个快速充放电的这个能力。这次的测试和往常有些相同，也有些不同。这一盘刚刚制作完成的，用于实验的五钴纽扣电池，调整了五钴材料表面的纳米包覆层。目的是想要提升它的倍率性能，也就是快速充放电的能力。经过1周的运行，他们拿到了最新的数据。这种配比下的效果究竟如何？答案就在这些曲线里。你看，我们这次测试的数据比上次还是要好了很多。首先，它在容量上面，然后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在这个前面呢，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峰，后面这次实验的时候，这个小峰也不降了，然后说明它这一块的一个负反应应该是也没有了。实际上，我们每个批次所评价的这个五钴材料，它的性能呢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评测它的一个倍率性能，然后再下一次批次呢，我们会改善它的一个循环稳定性，然后再下一个批次我们会去改善它的一个热稳定性。我们每一次的这个材料的改性也好，评测也好，都是基于之前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数据收集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去调整这个材料它内部的一个元素配比，还有这个结构。然后希望一步一步的去改善我们这个材料的性能，希望它最终能够达到我们预期设定的这个目标值，最终表现出来的这个电池的性能会达到一个最优解。
在这座蜂巢无锡全球锂电创新中心里，像张博士一样的工程师还有很多，像这样的电池测试实验室也有很多。从五谷粉末到实验所用的纽扣电池，再到手机那么大的软包测试电池，再到方形测试大电池，这里每天都在重复上演着试验、论证、筛选、再试验的无限轮回。经过3000多项这种性能测试，我们终于像《西游记》里面讲的一样，我们取到了这份真经，我们实现了这部分结果。截至目前，五谷电池已经在蜂巢的马鞍山工厂实现量产，这是全球首家可以达到量产的五谷电池企业。这台疾驰在纽北赛道上拥有1000千瓦总功率、1480扭矩的电动怪兽，来自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品牌蔚来。庞大的市场体量和良好的市场环境，也给了一批生在中国、立足世界的新势力企业从无到有的成长机会。是什么让他们成长得如此迅速呢？对于新能源汽车用户来说，电池充电以及损耗问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蔚来的可充、可换、可升级的电池服务，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持续性的保证。用户可以不断地根据自己的需求更换标准续航电池包、长续航电池包以及未来更长续航的电池包。刘玉池，蔚来换电体验专家。这个爱笑爱聊天的四川姑娘，在谈及未来高速发展的换电体系时，她既欣喜又有心酸。对，就是蔚来成立之初，15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斌哥和我们的创始人团队他们就确认说要去做换电这件事情。那么是为什么要做呢？就是当时我们电动车一个痛点就是充电特别不方便，桩虽然很多，但是好用的不多，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那斌哥他们就提出，就说我们要做这么一个换电的基础设施，用户没电了，那去我们的换电站呢换一块满电的电池，来实现我们加电比加油更方便这么一个愿景。而研发这样的换电体系，还要兼顾高性能、安全以及平台的演进。光是几个小小的螺栓，就让研发人员费尽了心思。花了1年多时间，然后攻克的一个技术的难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保证我们那个换电电池包，它既能够就是牢牢地固定在我们车上，它又具有一定的浮动性。我们的换电站的设备是同时在拆装10个螺栓，然后它是自动的去寻找这个螺栓，然后去拆它。所以就是如何去让我们的螺栓每次都能够有很精准的精度去定位它，去找到它，去拆它。就这个也要求我们的螺栓本身要具有一定的浮动性。它不能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刚性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电池包的设计，螺栓是它的关键点。这个螺栓它本身，我们就有22项专利。攻克了螺栓的难关，蔚来将换电站技术也更新了2代，而如何将换电站在全国建起来，绝非易事。那么未来5年里面，我们李鸿忠也发布了我们要做4000台换电站。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克服的其实3个难关。第一个就是量产，然后第2个是我们的选址、商务谈判，第3个是我们的一个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这3个难点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换电技术、换电站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蔚来 BaaS 商业模式的成型，而这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走在世界前列的又一证明。BaaS 的商业模式是在2020年，就是福布斯评选的30个，就是当年的世界范围的商业创新之一。就这项创新，就是让我们第一个，它降低了用户的购车的门槛，它可以不去购买电池；第2个就是它让我们电池的管理通过我们这个换电的体系，它能够有序批量的管理它的整个生命周期，保证它一定是一块好的电池。然后在它退出我们的循环以后，那么它也可以得到批量的回收和利用。就这个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事情，然后而且是一个整个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中国汽车由传统能源转向新能源的过程中，仅靠各家车企的努力远远不够，国家
也在大力地推动新能源的发展。我们国家的这个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支持了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一点呢，我们认为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充电基础设施的全面普及，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坚强后盾。从最初的追随者到一跃成为新能源汽车出口大国，中国汽车让世人见证了其在新能源领域突破的决心，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时刻。